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找到我自己的兴趣。那如果你正在看这部影片，然后你已经有了一个兴趣，也欢迎在留言底下分享说你是怎么找到你的兴趣的。那先从我来说起，从小我爸妈对我的养育观念就是只要我吃饱、穿暖、心存善念，他们就会觉得哇，这样就够了。那兴趣的部分呢，就不会像其他家长一样给自己的小孩学心算啊、学小提琴啊、学什么很多其他的才艺。所以我第一次想要提出说我想要学习一个兴趣的时候，是国中的时候。那国小的我是怎么过的呢？虽然说才艺方面我爸妈不会想要说去投资，但是呢他们会去让我上补习班，所以呢我是补全科。尽管我超级讨厌学习，下课回家之后呢，我就会直接冲到补习班去吹超级冷的冷气，然后在那边写作业。那久了之后，尤其是国小毕业之后，我就发现哇，我很想要学习一些才艺，那又不知道怎么碰。那我们来谈谈国中是什么时候让我开始想要去学习一个兴趣。国中的时候呢，我常常就每次下课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哥抢电脑，等于说我补习完之后呢，我就是又接着玩电脑。我自己其实觉得很不健康，这算是一开始的契机。我觉得寻找兴趣的第一步骤呢，就是呢拿出纸来，写出了我喜欢什么，对什么东西有兴趣。那时候的我呢，在纸上面写了非常多东西，其中有好几项就是关于音乐。写了我喜欢西洋音乐，我喜欢泰勒斯，我喜欢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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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列出来哇，我发现都跟音乐有关系耶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要选说你喜欢用什么东西制造出音乐。那时候想的就是吉他。第二步骤呢，就是直接去行动。OK， 刚刚有说第一步骤呢，就是把一张纸拿出来，然后呢写上你喜欢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慢慢去推测出你喜欢什么东西跟什么做连接。从零开始，中途不喜欢也没有关系。第二步骤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去行动，真的去做，让大脑去吸收这些资讯。对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去做的话，大脑就没办法去吸收说，哦，我喜不喜欢这个东西。那大脑没办法吸收，你潜意识也没办法吸收，你本人、你的自我也没办法吸收。我喜不喜欢这个东西？首先，先让你的身体去感受。而且我选择吉他的一大原因，是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喜欢泰勒斯，我就觉得说能够像泰勒斯那样子边弹边唱，我觉得很厉害。结果呢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学了吉他嘛，然后但是因为我的手很小，那没办法完全握住和弦，有些和弦我是弹不出来的。老师在教我的时候，我是会觉得说哈，老师你怎么按得那么轻松？可是我没有办法按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受挫。但受挫没有关系，就先继续试，不要受挫我不学了。转折点是什么？转折点是它影响到我学习了。弹吉他手会长茧，然后那时候我是长茧到有点快要流血，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兴趣对我来说有点太没办法负担，所以呢我就果断把这个兴趣给放进一个盒子里面盖起来。但我想说可能以后可以再碰到之类的。后来呢我就想说，还有什么东西跟音乐有关系？其实蛮多的哦，就是把所有乐器都想过一遍。我觉得什么东西看起来最帅？打鼓。好，打鼓其实还蛮顺利的，我其实打得还蛮开心的。然后我可以自己选我自己喜欢的歌去打。但是呢，一样，我发现一件事情也是有点影响到我的生活。我发现每一次打鼓，我耳朵都会很痛。打的当下我觉得很开心，但是呢，我打完回家之后，我会发现我会一直耳鸣。天哪，我就是什么公主吗？我就是真的耳朵非常痛。其实有一点想要打退堂鼓，就跟吉他一样，只要我身体受伤，我就会觉得我该继续吗？打鼓的转捩点是什么？有一次老师说我应该戴耳塞去学打鼓，后来我都有戴耳塞，跟老师反映说我耳朵很痛，然后老师专业的角度，老师就会说你需要去戴耳塞。殊不知戴了耳塞，我耳朵还是很痛，就有跟我爸妈反映这件事情，他们就说不要学了。对，但是我爸妈的话我是只听一半，因为他们每次都说那你受伤了，那你不要了，你不要碰了，对他们都是这样，所以我就只听了一部分，就听30%吧，自己又尝试了几遍。发现说难度增高之后呢，我有一点就是受挫，我觉得说好难哦，我觉得有点力不从心。但是这时候没有关系，这个时候是第二步骤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就尽量去尝试，跟随你的心灵，相信你的直觉，你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你想要放弃也没有关系，你要尊重自己。尊重自己的身体。学了6个月之后呢，我就有点类似就半放弃，我还有大概5堂课还没学，我就觉得说没关系，那我就先不要试。
吉他跟打鼓就被我划掉了关于音乐的部分。我那时候很喜欢艾薇儿，可是我去滑滑板，就是比较小一点点这样，然后轮子是那种胶状的那一种，就哇哦，这个滑板超酷。3步骤呢，就是呢累积你的成就感，对你去学习这些东西，虽然你没有学到最后，但是你有去做出行动，其实你的大脑是会吸收的。更清楚的意思呢，就是你的这些试错其实就是你的成就感，不是每一件事情一定要成功了才会变成成就感。从错误中寻找共通点，就去想啊，我列的这些表，我设的这些东西都有什么共同点呢？我发现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觉得我身体不舒服，我就发现说，那我是不是要找一个兴趣比较不会那么容易会受伤，然后又跟音乐有关系？第3步骤的魔力就在这边，你会发现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。你不要觉得说你发现到这些共同点，你会觉得很羞愧，天哪，我好脆弱哦。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人类本来就很脆弱，你本来就会受伤。尝试了3个兴趣之后呢，国3呢就加入了学校的 K-pop 社团。那时候我真的是一点都不会跳舞，就会有人说，奇怪，跳舞不是也会让你就是全身酸痛吗？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说，我好像可以接受这种跳起来的感觉，会让我觉得很兴奋，那个兴奋会盖住我的酸痛。所以呢，一上了高1，我就直接去外面的舞蹈教室上课。但是我是第1次，然后我是一个人去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对，我就直接先找他们的官网，我就让滑就在这边，然后我自己搭车过去。我不敢进门，因为很多人在那边跳舞，所以我就跑到对接，先打电话到柜台，先把所有到时候要到柜台的时候的问题蕊过一遍，我才敢进去。问完之后呢，我才偷偷的走过去，好像隐形人一样。上完之后呢，我发现哇，我整个就是有点像是陷进去，整个爱上跳舞。恭喜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到了第4步骤。第4步骤呢，就是呢评估这个兴趣它适不适合长久的发展，它会不会影响你的身心灵，影响到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学业。然后那时候的我啊，我就觉得说，跳舞这件事情我喜欢，然后呢，他身体给我造成的那种挫败感跟受伤不会大过于我喜欢他，对这件事情的热情已经大过于收集到的我感受到的挫败感。所以第4步骤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收尾，你一直以来的情绪跟你一直以来累积的东西很重要，它有点像是让你更了解你自己。这样子我就跳了快要10年，我有自己的 cover 团，然后也有我就是加入的 cover 团。对，虽然说不一定要跳得很好，也可以成为兴趣，重点是你要怎么在这个兴趣里面找到你自己。国中的时候，我是只要风一吹，我就会想要赶快遮我的刘海的那种类型，非常的没有自信。我对我的外表跟我的成绩、学业成绩还有一切的东西都非常没有自信。跳舞一直支持我生活中的各种低潮，这个兴趣影响了我非常多。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好兴趣，来做个收尾吧。首先呢，我觉得重点不是这个兴趣你做的有多厉害，重点是呢，这个兴趣它能够给你带来什么？带来成就感，能够给你带来自信。挫败感不是唯一能够影响你要不要选择这个兴趣的原因，它不是唯一，但它也很重要。那今天的兴趣分享就聊到这边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发掘兴趣的话题，你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我会回复你。